贱人！一声厉喝，一具消瘦单薄的身体被一脚踹飞，撞在墙柱，再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好痛！忽然，一片陌生的记忆强行钻进脑海。心胸狭隘，容不下妾室，小肚鸡肠，你有何资格做正妃之位？臣是花儿自己不小心碰翻了茶水，与王妃姐姐无关，你不要降怒于她。来人，备笔墨。萧之化眼底快速划过一抹得逞般的笑意。臣不要啊！你们的会约可是皇上赏赐的呀！没说两句话，就虚弱地抚着胸口，喘起粗气。10年前，他曾跳进水里，救下了重伤奄奄一息的陈王，至此便得陈王的专一宠爱，也落下了心肺不好、一急就喘的毛病。可笑！众人都说萧之化救陈王有功，殊不知那人是他秦野救的，只因他体力不支陷入昏迷，萧之化赶来故意打湿衣物，躺在陈王身边冒名顶包罢了。宗正臣写休书的手停顿了一下。方才是谁在说话？可笑！也罢，反正也从未正眼看待过我。离开陈王府，凭我一身出神入化的医术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我可是21世纪医毒双绝的秦野。这一次，宗正臣陡然停下手，格外惊异的目光落在秦野身上。你方才说什么？妾身无能，入府3个月伺候不好王爷，也照顾不好萧妹妹，实在是不堪称王妃之位，自愿请休。哼，打女人的狗男人跟渣子有什么两样？谁愿意待在这种鬼地方？谁瞎了眼了会看上这种家暴的狗男人？快写休书，快写，别耽搁老娘寻找第二春。宗正臣手中的毛笔陡然握紧，额头上蹦出3条黑线。他竟然听到了他的心声，可他的心里话：渣子、狗男人、第二春。你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逼崽子，有什么资格娶老娘？当初是谁不择手段对他下药，迫使他不得不娶她？又是谁1哭2闹3上吊，非得嫁给他不可？哼！现在他得手了，就要踹掉他，他岂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？他倏地起身，扔掉毛笔，撕碎休书。哼！既然知道错了，还不快滚回去面壁思过！萧之化愕然，臣眼看休书都快写好了，却突然不修了。秦野也感到意外，他要是不修它，那他还怎么畅游古代，愉快玩耍呀？王爷，妾身有错呀！他扑上去抱住男人大腿，痛心疾首道：3个月前，妾身对您下药，逼您娶我，妾身失德，方才又故意打翻热茶，烫伤萧妹妹。妾身心中狭隘，妾身这种小肚鸡肠、斤斤计较的女人，实在是无颜占成王妃之位，还请王爷让能者居之吧。狗男人，快休了我！老娘来自21世纪，比你多活了好几千年。你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逼崽子，有什么资格娶老娘？早知道10年前我就不救你，让你淹死在水里。宗正臣猛然抓起他的衣领子。你刚才说什么？10年前救他的人不是知画。妾身实在是难堪王妃之职，妾身有错。敢薅你秦爷衣领子，等哪天你秦爷站起来，一拳头给你捶到墙上，扣都扣不下来。听到他所有心声的宗正臣忽然怒极反笑。好得很呢。原来他以前表面的深情都是装出来的，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来自什么世纪，还声称会医术的秦野要怎么薅我。哼，滚回去！他甩开他。王爷，本王让你滚！小杂毛，比嗓门嘛，带你狗头！宗正臣看着表面扁着小嘴阴阴弱弱，内心早已将他骂得狗血淋头的秦野走了出去，转头看向床前的萧之化，却听不到任何心声。我只能听到秦野的
萧之化见修妃未成，有些暗气，但随即又释然了。秦野嫁进陈王府3个月，还是处子之身。哼，陈的心在我这里，我迟早会得到正妃之位。想到这里，勾唇浅笑，迈着小巧的莲步走来，娇软的身子缓缓从背后圈住男人的腰身。陈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早些休息吧。宗正晨深眸，不知怎的，总想起秦野的那句心声：早知道10年前我就不救你。他忽然拿开萧之化的手，本王想起军中还有急事要处理，你早些歇息，本王晚点过来。说完提步离开。陈，男人只会影响老娘拔剑的速度。萧之化怔了一下，急忙追去。陈王爷，追到门口，男人的背影已消失在院门外。陈这是怎么了？以前都对我细心呵护，有求必应，处处周到，今晚还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啊！苍天呐！求老天爷开眼，叫那个狗男人以后阴沟翻船，死里不逃生，绝处不逢生，叫他以后沦落为乞丐，跟我一样住猪圈。数米开外，书房中，宗正晨唤来一名暗卫，去查一查10年前本王落水一事。暗卫领命，即刻离开。隔着这么远，还能听到他的心声。这个死女人又在咒他。王妃，王妃，怎么样？王爷没有难为您吧？那萧侧妃欺负您了吗？他们叫您过去做什么？月儿伺候了他10年的婢女，自幼与他一同长大，亲如姐妹。他摇头推门进屋，第一件事儿便是直奔梳妆台，抓起那块巴掌大的破旧铜镜。咦，真丑啊！唉，王妃，您不要再看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人生在世必有用，您会有属于自己的福气。啊，可怜的小姐，在秦相府时夜不逃娘不爱，受尽姐姐们的欺负；嫁进陈王府也不受宠爱啊！老天不开眼呐！小时候他脸上似乎没有东西啊。忽然眼尖的瞥到手腕上的东西，惊得1蹦3尺高。我去！月儿吓了好一跳。王妃，怎么了？金手指！秦野不敢置信地蹦上桌，撸起衣袖，亮出手腕上的一副银镯子。月儿惊叫：天哪！王爷好狠的心，他竟然拿镣铐锁着你！这是他的传家至宝乾坤镯呀！左手银镯为乾，内有300平米1度空间，里面装满了他的实验室与医疗用品；右手银镯为坤，则装满了各种枪支弹药、火箭炮，应有尽有。没想到乾坤镯也跟着他一同传到了古代，他顿时到达人生巅峰啊！月儿，从今日起，咱们再也不用寄人篱下，低声下气，跟狗一样任人欺负了。这还是王妃吗？还是那个斯斯文文、温文尔雅，就连说话声都细腻如水的王妃？他忙跑上前去安慰：王妃，您冷静一点，就算王爷赢了萧侧妃进门，可您始终是正妃，是这座府邸的女主人。只要有这重身份在，您迟早会得宠的。得宠？老娘的当务之急就是踹掉那个家暴男。男人只会影响老娘拔剑的速度。啊，完了！王妃出去一趟，好像变傻了。切，王妃眼瞎呀，都不知道来迎接一下。王妃姐姐，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？这种地方哪是人住的？等我回去后，一定要跟陈说说。你来干嘛？啊，妹妹昨日刚进府，按照规矩是来给姐姐请安的。哟，空手来的？是妹妹的疏忽，昨晚实在是王爷折腾得太晚，妹妹没有休息好，一时忘了。呀，姐姐，听闻你入府后3月都不曾……妹妹一进门就得到了王爷的恩宠，却忽视了姐姐，是妹妹不懂事。待今天晚上，妹妹定好好劝劝王爷。哎呀，请完安了就让一下，当我吃包子了。萧之化又是一怔，怎么觉得今日的秦野有些奇怪？可至于哪儿怪，又说不上来。姐姐怎么吃这些东西啊？妹妹好心疼，不如去妹妹那院一起用早膳吧。说着就夺过秦野手里的包子，似垃圾般扔在地上，还
还碾了一脚，那动作仿佛将秦野的脸踩在地上，恶心践踏。秦野沉眸，他呢不喜欢惹事儿，并不代表他不能惹事，别人若是气到他头上，便休想讨到半分好处。他即刻起身，刚站起来，萧之化的身子便孱弱地摔在地上，嘴里大呼：姐姐，我好心关心你，你怎么能推我？直话。正好院外一道墨影快速奔来，扶起地上的女子。秦野见了，冷笑一声：又是这种手段。王爷，这都是妾身的错呀。妾身不小心推倒了妹妹，伤害了您的心上人，妾身有罪啊。哎呦，不解释了，快休了他吧。听到他心声的宗正晨沉了下眸，细一回想，知画似乎每次跟秦野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出事，难道……萧之化柔弱地倚靠在男人怀中，急得拉着男人的衣袖：臣，此事与姐姐无关，是我不小心摔的，你不要怪他。这种英英弱弱一脚就能踹飞10米的女人，真的有人喜欢？喜欢啥？喜欢她骄傲？喜欢她嗲？喜欢她在床上说哥哥我爱你？听到这一切的宗正晨一阵无语，就不怕生儿子没屁眼儿？披月折子的宗正晨动作微顿，抓笔的手攥紧了几分。晒死你！我就是故意推的。秦野接话：我嫉妒萧妹妹的恩宠，不仅推了她，还想打她，因爱生恨，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还不赶紧休了我？多谢王爷。那还不赶紧去寒风院跪着反思，直至知画彻底原谅你为止。秦野一头问号，萧之化微顿，改休为跪也罢。等会儿太阳就要出来了，夏天的温度很高，秦野若是顶着炎炎烈日跪上4、5个时辰，不死也得要半条命。秦野剜了男人一眼，以前恨不得踹掉他，休掉他，厌恶他，怎么这会儿不休了？狗男人！他穿上2个包子，看都不看两人一眼，大摇大摆地出去了。噗，好大的太阳！寒风院，王府主院。宗正晨送回萧之化后回来办公，踏进院门就瞧见那抹歪歪斜斜跪着的身影。女子驼着屁股坐在那里，屈起一条腿撑着下巴，嘴里懒洋洋地叼着一根草，像极了女流氓，手里还握着一双筷子。你在做甚？他踱步过去，秦野抬头，煎蛋。走近一看，一个鸡蛋砸开在地上，在炙热太阳的暴晒下，已经烤得金黄金黄，还滋滋地冒着泡泡。你这是认错吗？他黑脸：王爷，即便认错，也要让人吃饱饭吧？我早上才吃2碗粥、9个包子、1碗咸菜、1碗嫩豆腐，我还没吃饱呢。才？我就是要故意藐视你的权威，惹恼你。有本事你休了我呀！宗正晨忽然恢复了平静，神情自若地进屋了。秦野瞥了他一眼：哼，狗男人，你在屋里乘凉，要我在外头晒太阳，干这么损的事儿，就不怕生儿子没屁眼儿？披月折子的宗正晨动作微顿，抓笔的手攥紧了几分。晒死你！啊，好热呀！哼，家暴男！宗正晨一阵无语。男人，我一拳崩掉你狗头！打完拳，热得去爬树，一会儿上窜，一会儿下跳，一会儿破口大骂。宗正晨就只见某道身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晃得他没法安心办公了。最后秦野热得实在是受不了，含泪跑进屋。王爷，我想我娘了。我突然想起我上次跟他说，我今天要回去探望他，我要做一个孝顺懂事的乖女儿，我不能说话不算话。宗正晨将他的心思掌握得妥妥当当，正好他眼下有事要处理，秦野总在他眼底下晃，无法静心，便格外开恩。那就回。唰的一下，话没说完，一阵风，人没了，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！四妹回来了，娘，四妹回来了。带什么东西回来了？秦野一头问号，一时不懂何意。没有陈王的消息，原来指这个。秦野这才想起出嫁时安氏曾叮嘱他想办法获得陈王宠爱，还要盯好陈王的行踪，一有任何风吹草动，要立即将消息送回府。陈王行踪不定，我又天天待在偏院中，这几个月下来，
见面的次数不超过1只手。这没用的东西。娘，四妹回来就好了，我们母女3人好久没有聚了，您别不开心啊。嫁给陈王的人本来是秦娇娇，可3个月前她不慎喝下一杯有料的茶水，导致与陈王……后来陈王不得不迎娶她。当初那杯有料的茶是秦娇娇端给她的。听说三姐要与离王殿下定亲了，为了能够嫁给离王，不惜对他下药，将他推给陈王，害他落得个勾引陈王下贱胚子的骂名。可笑的是，这个人竟是他异母同胞的亲姐姐。你嫁进陈王府3个月了，1没得宠，2没得势，3没得财，4没得有用的消息，坐着陈王妃的位置也不怕别人笑话，他都嫌丢脸。看着秦野那张丑陋的面孔，皱眉道：你必须得办好一件事情，才能为秦相府效力，要么得权，要么得势。另外，下个月就是你姐姐的婚期了，你想办法为她置办些嫁妆，越丰厚越好。他语气强势，更像是在下达命令。四妹，我知道这事为难你了，是姐姐没用，没能得到爹爹的重视，导致咱们母女3人在府中的位置很尴尬。王爷，其实这是我特意往身上抹的香水味儿，我想用这种方式引起你的注意吗？说完眨巴眼儿。妹妹，这种情况下，咱们姐妹更不应该分你我，我们应该团结努力，互相帮助，一起奋斗，争取早日让娘亲过上好日子。我知道了，我还有事，先回陈王府了。这秦相府毫无温情可言，不待也罢。娘，他会乖乖帮咱们吗？哼，不帮也得帮，这可由不得他。我这些年难道是白养他的？可亲爷要是知道您不是他的亲生……陈王殿下又打了胜仗，不愧是不败战神啊！哎呦，只是那万恶的秦家4小姐玷污了我尊敬崇拜的陈王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，竟陷害陈王。要是让我看见他，我一定要拿粪糊在他的脸上。我要把粪糊他嘴里。抖什么抖啊？吃饭！陈王妃饶命，饶命啊！你怕我做什么？饶命啊！小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更不敢乱说您来清馆的事儿，您就放小的走吧。我上清馆又怎么了？那狗男人莫非管得到我？起来，伺候爷吃饭。门外正路过的宗正臣步伐微顿，往后退了2步，侧头看去，就见某个女人一只脚踩在椅子上，揪着小官的衣领子，一副霸王硬上弓的模样，脸色顿时就黑了。这就是他说的回娘家。秦野吃了个饭，玩了会儿男人，听了会儿八卦，逛了下街，最后悠哉悠哉地背着2条手，像个上了年纪的小老头，慢悠悠地回陈王府。去哪儿了？回娘家了。出门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智障，你耳聋，你250。宗正臣目光微沉，行至他的身侧，擦肩而过的位置驻足，侧头俯身，极薄的唇从他的耳垂掠过。身上这么香。秦野惊得身子一绷，那薄唇擦过耳垂的瞬间，像是有一道电流穿过身体，酥麻的险些站不住脚。这个狗男人无缘无故靠近我，该不会饥不择食吧？他揣度着男人的心思，猛猛天生的。哦，王妃这是生来自带这种廉价的脂粉味吗？总感觉这男人话里有话，难不成是发现了什么？在古代，已婚的女子勾搭小哥哥是要被拉去进猪笼的。秦野眼珠子滴溜一转，忽然抱住男人的胳膊，抬头道：王爷，其实这是我特意往身上抹的香水味儿，我想用这种方式引起你的注意吗？说完眨巴眼儿，声音委屈兮兮的。香艳的大红唇嘟嘟嘟嘟起来，还发出了啵啵的水渍声，有点重口味。我们成亲3个多月了，我受不了独守空房的寂寞，所以我想动点歪脑筋，为自己争宠。这个男人除了长得好看点高一点之外，还有什么优点呢？钱我多的可以砸死人，能力我医术一绝，医死人肉白骨，无论到什么地儿我都吃得开，何必非要挂在陈王这棵树上吊死呢？兜里揣着黄金，天天逛馆子的生活，它不香吗？听到他所有心声的宗正臣攥紧手掌，强忍住掐死这个女人的冲动，并吩咐管家断掉他所有的月俸，看他哪儿来的钱，骂他就罢了，还净干那些对不起他的事儿。
王妃这是在责怪本王疏忽了你。就是，哼，把我晾了3个月，又不休我，又不宠我，白白耽搁老娘的青春呢。老娘的大好年华不是用来喂狗的。他是狗？秦野娇滴滴地抱住他胳膊，将自己有胎记的右脸偏了过来，对进男人眼里，然后做出一副媚眼如丝、嗲声嗲气的模样，捏着嗓子撒娇：“王爷，妾身只是一个普通女人，也希望夫君宠爱，孩子孝顺，也想过相夫教子的生活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身子蹭着他那丑陋胎记的半张脸，对着男人，香艳的大红唇嘟起来，还发出了啵啵的水渍声，有点重口味。宗正晨正想推开他时，忽听到他腹中大骂：“狗男人，厌恶我还不快休了我！”他眸光顿沉，那只推开的手改握住他的手腕。既然如此的话，王妃今夜便侍寝吧。什么？王妃这是太高兴了吗？高兴你？身体娇软的萧之画你不要，偏偏要貌丑无颜的我。这狗男人莫不是瞎了眼睛？这么重的口味都敢上啊！狗都有不吃的屎，他倒好，他比狗还能吃啊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呀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妾身一时都呆住了。妾身这边回去洗澡，以便能更好的伺候王爷。说完拔腿就跑，刚冲出去半步，后衣领子就被一只大掌揪住。无妨，本王就喜欢原汁原味的。我去，这么重的口味，不让他洗澡，他怎么找机会跑路啊？来不及多想，男人已经靠近他，他慌地往后踉了一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假山石块上。男人顺势双手撑开在他的身侧，直接将人圈在怀中。危险啊！王爷，妾身出去一日，身上都是汗呢。本王不介意。我没刷牙。无妨。我还有狐臭，我放屁，我有痔疮，我还有香港脚。之前王妃还在埋怨本王疏忽了你，本王要补偿你的时候，你却不愿，不好好的抓住机会。莫非是想一辈子待在冷院中吗？从前他苦心积虑的对他好，他从来都是看都不看一眼，对他极其厌恶。如果他继续保持舔狗的心，被羞指日可待。想到这里，他扬起笑容，双手环住男人精壮的腰身，哑声作笑。哎呀，妾身这不是担心会给王爷留下不好的体验吗？影响王爷的心情了。开始发挥舔狗体质。王爷，您这么优秀，这么冷峻，又有钱，又有权，又有实力，又有魅力，是个母的都抵抗不了你的诱惑。跟你在一起啊，我实在是太幸福了，我的眼泪都激动的掉下来了。这么虚伪的话，我自己都听不下去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本王该更加的满足王妃了。忽然打横抱起他，大步朝寒风院走去。秦野惊了大跳，那还真的不要啊！王爷，你好威猛啊！你是个饥不择食的禽兽！小之款，你个小叉叉，有没有听到老娘的求救声啊？还不快过来把你的男人领走啊！男人奔入寒风院，抬脚踹开门。秦野看见那近在咫尺的大床，脑子一白，当时就绝望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，侧妃娘娘晕倒了。宗正晨闻言，动作有一瞬的停顿，随之松开了秦野，随着那婢女匆匆离开。小姐，您怎么现在才回？您这是我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我要离开陈王府，这个鬼地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小姐不可，您不是最爱成王殿下吗？爱他3天骂我一顿，5天打我一顿，只要有钱，什么样的生活不能过啊？什么生活不能享受啊？他手腕一翻，意念一动，从乾坤镯内取出一大沓人民币。不就是钱吗？他一坨一坨的把钱掷在桌上，像扔板砖一样。老娘什么都缺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月儿，你快收拾你的东西，我出去看看路线，咱们今晚就走。啊，小姐不行！小姐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小姐该不会是被鬼附身了吧？她的钱被月儿塞进了炉子里，大把大把的烧了起来。你在干什么？小姐，我在生火给你煮点宵夜，你以前晚上总会吃点东西。我的1万家产。小姐，银票
奴婢都好好收在了抽屉里，没有动着。而这个东西不是生火用的纸吗？忘了古今货币不同，可能也是他辛辛苦苦挣的钱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老天爷，我上辈子救死扶伤，为了医学界呕心沥血，你为何要这样惩罚我？小姐，痛苦的日子终将过去，乌云背后是彩虹，奴婢陪您一起熬。哦，你不懂。他无力地叹了一声，为了发泄腹中的委屈，连夜拿着一把唢呐站在屋顶上，吹起了《东风破》。臣让你担心，耽误你办过。知画，本王定会找到医治你的良方的。这些年来，因为本王让你受苦了。不，当年若非花儿救了王爷，如今也不会与王爷结缘。倒是花儿身子骨弱，白白让王爷担心，拖累了王爷。正当此时，屋顶上猛然传来一道尖锐的、刺耳的、剧烈的、骤然的唢呐声，像惊雷破空似的，吓得萧之花一口气没喘上来，脖子一歪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宗正晨脸色顿黑，即刻夺门而出，飞上屋顶，就见某个女人鼓着腮帮，手舞足蹈的深情吹奏。秦野，知画还没有病到那种程度，你这是迫不及待的想把他送走吗？唢呐一响，白布一盖，全府宾客等上菜，身子一挺，两手一摊，躺进关关埋珊珊。陈王府难道有规定不能吹唢呐？如此深夜该睡觉的时候，你在吹唢呐？谁规定不能在深夜里该睡觉的时候吹唢呐？如此深夜该睡觉的时候，却跑到知画的屋顶上吹奏哀歌，你居心何在啊？谁规定不能在深夜里该睡觉的时候跑到屋顶上吹奏《东风破》，以表达自己悲伤难过的心情呢？这个牙尖嘴利的女人，知画死了她会难过吗？恐怕早就在心里偷着乐吧。他大步走过去，抓住他的唢呐，缴了。不给你。嘿，秦野急忙转身就跑，跑之前还不忘把自己的唢呐抢回来，顺带推了男人一把。可他的手撞到了男人心口，令男人身形一震，向后踉跄了2步，一口黑色的血液顿时从紧抿的嘴角溢出。主子，暗卫寒风闪身而至，急忙扶住男人，毒发了。那个丑女该不会是太子派来的卧底吧？这个女人很有趣嘛。放出消息就说本王大战时重伤未愈，如今性命垂危。哎呦，他的亿万家产呢？小姐，太阳都已经晒屁股了，你还不起来？秦野抬起一双通红的血丝的眼睛，深深幽怨地望向月儿。若非这丫头打小就待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，他指定要扭断他狗头。按照府里的规矩，我家小姐的用度最少有4床棉被，怎么只送来了1张薄被？这马上就要入秋冷起来了，叫我们如何过冬？给狗丢根骨头，狗都会汪汪叫感谢我，给你们送东西倒是连一只畜生都不如。管家，您这是要逼死我家小姐吗？哼，您就不怕我到王爷面前告您的状？月儿，你要认清现实啊！王妃不受宠爱，在府中立不住脚，大家都去讨好萧侧妃，我还能亲自过来给王妃发放月银，王妃应该感谢我才是啊！月儿气得实在是控制不住了，拔腿就冲上去，把我家小姐的月银拿来！你敢以下犯上！管家厉喝一声，拽住月儿那瘦小的胳膊肘，高高扬起一掌，就要落下时，额头猛然吃痛，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头上，火辣辣的疼。低头一看，一块金砖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又有一块飞过来，砸在他的手腕上，几乎把骨头砸碎了，也松开了手里的月儿。小姐，敢动我的人，老娘用黄金砸死你！3块砖下来，砸得管家额头破裂，手腕骨折，老腰还闪了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捂着腰身哎呦哎呦的惨叫。可下一秒，他强忍痛意，第一时间抱起一块金砖，用力的咬一口。哟，硌牙呀！这么沉这么重，还有3块，王妃竟然比王爷还富有。管家顿时冒星星眼，顿时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几10年的关节炎也好了，十分狗腿的跪在王妃面前，笑得一脸谄媚。
是老奴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从今往后，王妃叫老奴做什么，老奴就做什么。老奴要当王妃的走狗。嘿，给我家月儿道歉。月儿姑娘，刚才是我冒犯了你，属实抱歉。来，快拿着，这是王妃这个月的月银，多余的是我对你的赔礼。滚！是。管家四肢一挺，躺到地上就要滚。秦野忽然灵机一动，回来，勾勾小手指。管家见了，立马屁颠屁颠的凑了上去，聪明的附了个耳朵听。我问你，王爷最讨厌什么？王爷讨厌吃东西吧唧嘴，讨厌吃葱花，还不喜欢大红大绿的东西，更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放屁。放屁？还有呢？还有，王爷讨厌说话见口水，厌恶3天都不上一次茅房的人，还不喜欢您。你很诚实。管家头皮一紧，立马改口。王爷最讨厌的就是表里不一的人。管家，你帮了我的大忙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陈王府的一日，权力给不了你，但能用黄金埋了你。老奴一定尽心尽力的伺候王。小姐，这金砖，他拿走，哈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不必在意。你现在立马去给我准备纸笔，越快越好。还好他以前机智，把挣来的钱规划储存，一部分呢放银行卡，一部分取现，剩下的大部分则全部买金条砌墙，所以他的金砖有一面墙那么多。这人真的是他家小姐？这贼人好毒的手段，定要将他揪出来，狠狠重惩才是。侧妃娘娘有所不知，这次大战有人出卖军机，导致王爷遭遇埋伏，险些全军覆没，也因此受了严重的内伤，久久未愈。好大的胆子，出卖陈王，出卖国家，其罪当诛。花丛紧凑，草堆里一颗小脑袋躲在里面，脑袋戳了出来。按照秦野的计划，盯2-3个时辰应该差不多了，却没想到那萧侧妃从早上做到晚上，一直伺候着陈王，晚上时还想伺候到床上去。时候不早了，知画忙碌了一日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萧知画不想离去，他已经进门3天了，却仍没能得到王爷的恩宠。这话传出去，别人会笑的。臣，我道了几句关心的话后，便乖巧懂事地退下了。主子，王妃真的是卧底，她在外蛰伏了整整1日，还与府中的下人勾结，送出了情报。他从袖中取出一封信，双手递上，信纸上写着歪歪斜斜的毛笔字，那字就像是被鸡爪刨过的，扭扭歪歪。内容是：今日陈王病，性格暴，怒吃5碗饭。第1口吃了土豆丝儿，少盐，重罚下人。第2口吃了清蒸鱼，太油，故怒操铁锅，亲自下厨。宗正臣忽然失笑出声：陈王威怀抱美人而不动，无茶，一字不举。男人嘴角的弧度顿时收了起来。此人虽生性暴戾，却长得不错。据无密查，他左边屁股上有一颗黑痣。韩风站在一旁，看着自家主子一会儿闷笑，一会儿沉眸，一会儿又挑眉的模样时，心底暗惊：这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呢？让王妃过来伺候。韩风一头问号。王爷不是最讨厌王妃吗？娶进门3月从未召见，今儿如此反常，莫非是被这毒伤到了脑子？2刻钟后，被从床上拉起来的秦野慢吞吞的过来了，手里抱着枕头，绣花鞋在脚上拖踏着，睡得迷迷糊糊的，瞪向男人的那双眼，恨不得把人活活掐死。扰人清梦，狗男人！听到他心声的宗正臣抬眸，本王府上萧侧妃已经伺候了1日，晚上便有劳王妃了。府中那么多下人，你不叫偏偏来折腾我不要睡觉的吗？真把自己当成皇上了，还以为人人都想舔脸伺候他呢。我呸！这是自然，能够伺候王爷是妾身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既然王妃有如此觉悟的话，那便好好的表现吧。我表现你妹啊！妾身这就来为王爷喝药。这男人昨天还生龙活虎，今儿就蔫儿了，指定是装的。拿起药碗，抓住他的手腕，想把人扶坐起来的时候，指尖不慎触到他的脉搏。毒是毒，他的身体不对劲儿。这毒，封侯草、绝命果、魂断散，这3种毒混在一起，
无论是哪一种毒，都足以要人性命。他竟然还没死！听到他心声的宗正晨更是一震，他竟然还会把命！我偏不救你！狗男人升天的你！内心手舞足蹈的狂欢起来。本王身体不适，王妃看起来似乎很开心呢。这是能够亲手伺候你而高兴的笑容。高兴到想把本王伺候到棺材里去？哎呦，王爷太见外了，咱们夫妻啊是相伴到老的人，以后你死了还不是得我帮你收尸吗？哎呀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宗正晨一口气险些没喘上来，差点毒发吐血，手里握着一只透明玻璃小瓶子，这是他研究的新型药品，能解奇毒，自然也能解陈王身上的毒，但他不想给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晃着腿，还很应景的把唢呐从屁股后面掏了出来。不准吹！这不是怕王爷躺了一天无聊吗？他笑笑，顺带把某个男人的救命药扔出了窗外，宁愿看着他死也不救他。宗正晨看着那瓶身透明、液体呈淡绿色的东西被掷出窗外，落入花丛，隐没不见，眸色沉了沉。这是解药吗？还是他亲手研制的？他与凶手是什么关系？当初他不择手段地嫁进陈王府，却又置本王的生死于不顾，可向秦左相传递密信中却又没有透露陈王府的重要信息，如今还想要修书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唢呐响起来，男人额头蹦出3条黑线。住嘴！秦爷假装没听到，提前为他吹奏哀歌。宗正晨想跳起来掐死某人，但很担心暴露，不得不硬生生地躺在床上，听着那刺耳的唢呐声，双拳攥得紧紧的，手背上青筋突突地跳。寒风院外的下人们听到唢呐声，皆是浑身一震，仰天痛呼：王爷，轰了！王爷，您死得好惨啊！您这一生为国为民，呕心沥血，被逼英年早婚不说，如今还英年早逝啊！哈哈哈！您连个后代都没留下呀！宗正晨听着外面的哭嚎声，像是被气到了极点，怒极必反，现在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了，从屁股后面掏出一个望远镜，对着外面四处瞧瞧。宗正晨已经平静了，萧侧妃伺候他：好了吗？饿了吗？疼吗？妾身心疼疼，吹吹吹！你也伺候他。这男人毒发了吗？要死了吗？升天了吗？升天之前可得把休说给我。哎呀，还有大好的幸福生活，大把美男排队等着我呢。王妃手里拿着的2只黑桶是什么？望远镜。望远镜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有个婢女把蜂蜜抹在石板上，是不是想害人呢？王爷，你可得好好管管你这王府，竟然有人在你眼皮子底下行贿赂之事。我靠，还有人在偷情！衣服都脱了，我马上要打野战了。他额头蹦出3条黑线，实在忍不住地坐起身来。只见窗台上的女人尖叫一声，跟见鬼般的撒腿就跑，一脑袋钻进了他的被窝里。抬眸便见窗外一道凌厉的杀意直逼屋内，唰的一声，一抹黑色的身影持着利剑从轩窗直射而入。宗正晨即刻拉过被子藏好秦野，随之振臂甩出一柄锋锐的软剑，扬手击去。双目对上，一片无形的硝烟战场顿时展开，一黑一墨的2道身影纠缠在一起，打作一团，剑影晃得眼花缭乱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古人打架。我去，电视剧果真没有。只见原本病得奄奄一息的男人，现在像极了雄狮猛兽。杀手想来一记大鹏展翅，还没展翅，男人就把那42码的脚踹在了杀手56码的大饼脸上。杀手吐血，杀手见势不对，立即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烟雾弹，掷在地上，转身就跑。宗正晨奔至窗外，韩风立即追去，可烟雾遮眼，呛了2秒，那杀手已经飞越墙头，跃上一棵大树，往外跳去。正当此时，天空一声巨响，只见那杀手浑身一震，像是遭受某种重击般，笔直地坠落在地。韩风立即追了上去，翻过杀手的身体，只见他大腿上冒出了一个血窟窿，痛得昏厥过去。主子，这是什么暗器伤的？宗正晨拨开血液，见那伤口又圆又深，像是被圆形的珠子所伤，其深度则需要用非常深厚的内力才能打进去。可江湖上并没有听说过用珠子当暗器的高手啊。主子，您看那儿。
宗正晨回头，月光下一道纤细的身影赫然站在屋顶上，架着腿吹了一口烟雾，将那又长又黑的管状东西扛在了肩上。几个启跃跳下来。哎呀，大恩不言谢。韩风惊了，这一名杀手是被王妃打下来的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何物？98K。宗正晨和韩风一头问号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秦野睨了二人一眼，一副看土狗的眼神。枪，这是枪。他这么冰雪聪明又大力又有实力的一个人，怎么就便宜了陈王这小崽子？枪？什么是枪啊？秦野懒得解释了，吹了吹98K的枪口，转身就走。这男人躺在床上时那柔柔弱弱的模样，原来全部都是装的。打架时生龙活虎，龙马精神，害得他白白伺候了一晚上。哎，回屋睡觉。来，秦野转过身来，黑乎乎的洞口指向男人，没耐心地骂道：别废话了，再问就打死你！休书不写，屁话还多。扛着枪霸气离去。主仆二人站在原地，有些风中凌乱，久久难以回神。王妃变了。主子，王妃该不会是被人冒充了吧？宗正晨眸光沉入夜色，心思也极沉。他忽然之间能够听到秦野的心声，他并不是太子的卧底，而是来自一个名叫21世纪的地方。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他又是为何而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他就像是一个谜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迷雾。那陌生而又神秘的色彩让他竟想要靠近，想要弄清，更想扒开这团雾，探寻最真实的他。盯着他。是。忽然瞥见窗外的花坛，想起秦野之前丢掉的那瓶药，遂踱步走了过去，翻找几下便拿到手中。韩莹。话音落，一名冷媚女子闪身出现，恭敬俯首。主子，将此物带下去，好生研究。本王明日要知道它的功效与作用。林帆死人了？忙碌的下人们一边哭一边搬东西。当瞧见走出来的男人时，吓得手里的钱纸都飞出去了。王爷，您不是死了吗？他怎么不知道睡了一晚自己就死了？刺客袭来，危险至极，险军一发，生死一瞬。他握着利剑挺身而出，他排山倒海，英勇无双，他文武双全，不怕困难。最后他终于死在了刺客的剑下。想不到英勇一世的王爷，战场上的不败战神，最后竟然陨在一个无名刺客的手中。王爷，您好可怜啊，王爷，王爷，您死不瞑目啊！原来是这个女人在造谣，臣们是静心修得冷静。去他娘的冷静！秦野一个机灵，抬头瞧见迎面冲来裹挟着浓浓杀气的男人，皮子一紧，拔腿就跑。是几个婢女也吓得飞跑。宗正晨闪身而上，迅速逼至女子，女子却一个低头，像泥鳅般的从他的手里划过。跑之前还不忘对他拍拍屁股，以示嘚瑟。情绪暴涨，体内气息紊乱，3种毒素顿时发作，险些把他气得毒发身亡。哼，狗男人，有本事你就休了我，要不然这陈王府休想有安宁之日。王爷，婉儿听宝玉说了府中的情况，连饭也未吃便匆匆赶了过来。王妃姐姐她怎么能这样？俗话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再怎么样，她也不能咒您死呀。花儿怎么来了？花儿担心你，王妃姐姐有些顽劣。王爷，您去花儿院中坐坐吧，花儿为您熬点清汤去火。既然身体不适的话，便不去搞那些粗活。王爷，花儿，明日的庆功宴也由王妃参加吧。说完离开。他本想借着身子的柔弱博取王爷的疼爱，岂知王爷疼爱过头了。怎么？哦，没什么。觉得我很陌生？月儿，你还小，不懂得世道的险恶，没有人会永远不变。你5岁时喜欢玩竹蜻蜓，难道你15岁时还会喜欢吗？看见了吗？这不是胎记，这是毒。什么？王妃，王爷让您明晚随他入宫赴宴。啊？我？小姐，王爷终于开眼了。自从您进门后，便被冷落了3个多月。王爷应该是想通了，他终于发现您的好了。呸！
呸！我才不去。奴婢听说违抗王爷的命令，轻则挨板子，重则……我最喜欢皇宫那种华丽大气的地方了。月儿，快去帮我准备衣服吧，明日我准备亮瞎狗呢王爷的眼。是。陈王殿下又打了胜仗，不愧是为不败战神呐！唉，说到这里，我也想哭。咱们高高在上、牛叉哄哄的陈王殿下，怎么就被秦家四小姐那头丑猪给拱了呢？我悲愤，我愤慨，我愤怒，我只为上天不公呢！王妃还未到吗？我来了。天空一声巨响，秦野闪亮登场。寒风守门下人齐齐扭头，刹那只觉得一个惊雷劈在身上，登时把他们劈得僵在原地，外焦里嫩，口能吞鸡蛋。只见一只大红大绿的花蝴蝶从府里飞了出来，夸张的妆容，两颊的腮红红得几乎滴血，长长的睫毛，粗粗的香肠嘴，头上还插着两根摇摆不定的长触须。宗正臣看见，险些原地升天。换我不，为了入宫赴宴，我特地精心打扮了1个半时辰，怎么能让我的一番心血白费呢？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我陪你入宫，参宴的文武百官见了，皆在背后偷偷的暗骂陈王没眼光，陈王好可怜，陈王怎么这么能忍呢？像极了一只忍者神龟。然后呢，臣忍者神龟王一怒之下赐我一封休书。听到他心声的宗正臣额角突突的跳，忍者神龟，强忍住一巴掌掐死这个女人的冲动，粗暴的将人拽上马车，拔掉她头上的2根长触须，狠狠搓掉她嘴上的口红。啊！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我的妆！禽兽！你还有我的衣服！细看那马车竟然在晃动，一边叫一边晃。守门的2个侍卫见此皆震，王爷好重的口味，真勇者也。皇宫，陈王殿下，下官见过陈王殿下。下。他假装被后面的人挤了一下，身子登时朝着男人扑去，正要扑进男人怀里时，被一股强劲的力道挤了出去。谁敢靠近他？臭逼啊！就见女子穿的大红大绿，十分俗气，脸上黑一块脏一块，还有着丑陋的胎记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，长成这样还有勇气出来丢人现眼？哼！陈王妃，刚才人家只是不小心崴了下脚，你推的人家好疼啊！秦野目无此人，直接挽住宗正臣的手，语气张扬地宣布所有权。不只是你，只要是除了我之外的女人靠近他都不行，紧着掀你们的皮子！口吻狂妄。众人听了这话，先是一愣，随之笑得合不拢嘴。不出3秒钟，陈王必定会狠狠推开秦野，并当着众人的面将其羞辱一番，令其颜面扫地，羞辱难堪。狗男人，厌恶我还不快推开我！我就是要给你丢脸，让你颜面无存，让你在文武百官乃至整个东陵国面前名声扫地，让你后悔娶了我！陈王抬起的手就要落在秦野的腰上，把人搂进怀里，并冷淡地扫了众人一眼，语气更冷。本王已有妻子，下次若是再有不明言者撞上来，就休怪本王不留情面了。事实与他想象的怎么不太一样啊？这个男人莫非有病？宗正臣搂着他的细腰，目视前方，步伐稳健。王妃不必用如此崇拜的目光来看着本王吗？我这是崇拜，我真想抠掉你眼珠子！哎呀，宫中的东西就是比陈王府的好吃。周围有不少人在窃窃私语。哎，看她就是陈王妃，秦家的那个丑女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丑的女子。哎呦，她竟然好意思来赴宴呢，连面纱也不戴。看她那吃的样子，除了吃还会什么？哎呀，我要是长得那么丑啊，早就羞愧的找块豆腐撞死了。皇上驾到，太子到。行至最高的主位上，众人行礼，礼罢落座。皇上最先开口：2个月前，边疆匈奴频频进犯，边疆百姓是民不聊生，不得安宁。陈王出兵后，前后仅花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便平定匈奴，保卫百姓，解决了朕的一桩心头大患呐！我东陵的所有男儿，皆应像陈王这般有勇有谋有担当，为国分忧。陈王品性，吾等楷模。
装逼。七弟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，凯旋而归。我这当兄长的竟有些自愧不如呢。哈哈哈哈！大哥高看了。听闻七弟此战受了很重的伤，现在还没有痊愈。本宫府上有一个医术高超的府医，待庆功宴结束后，本宫便让他去你府上给你看看。不用了，陈王他身体好的跟狗一样，能一口气跑10里路呢。这种毒于他而言根本不在话下。哼，狗男人，老娘正在为你解围，你要是有良心的话，就给老娘一封休书。听陈王妃此言，看来你们感情不错呀。感情要是不好，我能来赴宴吗？看我穿的这件衣服啊，就是陈王殿下亲自给我挑的。休要污蔑本王，这大红大绿的衣服，浓妆艳抹的妆容，香肠一般的红唇，本王的眼光岂会这么差？陈王妃，你低调些。皇上，臣妾低调不了啊。陈王他独宠臣妾一人，还亲自给臣妾挑选衣物。不过这衣服是真的很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陈王在战场上打仗时打瞎了眼睛。哎呀，这个丑女会受宠，白日做梦吧。陈王妃今日穿着很适合起舞，看来是打算在庆功宴上为陈王舞一曲吧。庆功宴上缅怀将士亡灵，歌舞升平，似乎不太合适吧？秦野愣了一下，他竟然在帮他说话，今儿怎么变性子了？一定有阴谋。七弟打了胜仗，保卫家国，将士们的牺牲是值当的。如果国家太平，都不能歌舞取乐，永远沉浸在悲伤与缅怀之中，那你3个月娶了2个女人，是否不太合适啊？缅怀期间做这种大喜的事儿，岂不是更对亡灵不敬？这个太子面相看起来贵气归贵气，只是他的嘴唇较薄，眼尾稍稍上挑，呈现刻薄之相，是个爱找事儿的人。宋正臣，咬他，咬死他！宗正臣一阵无语，脑子里女人的声音在不停地转，时而握手起意。狗男人上啊！狗男人，你平时装逼范儿呢？快灭了他！帝都太过安定，大哥还是上战场再言论吧。七弟此行辛苦了，来，让陈王妃舞一曲，为大家助助兴吧。本王的女人只能为本王而舞。狗男人竟然维护我，呆！狗男人只有我能欺负。这太子如此咄咄逼人，我可不是吃素的。秦野当即拍桌而起，我看太子妃穿的也很漂亮呢，不如让太子妃献舞吧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皆惊。陈王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将本宫去跟戏子做比较？难道不是太子殿下先开的头啊？他能让我起舞，你怎么就不能了？太子妃怒了，她如此尊贵的身份，岂是秦野这个丑女能比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跟陈王是夫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看不起我，是不是看不起陈王？认为陈王血统低贱，跟民间的戏子没有什么两样？太子与太子妃二人脸色乍变。太子殿下，您这样似乎不太合适吧？您跟陈王是亲兄弟，怎么能抬高自己，贬低陈王呢？皇上还在上面坐着呢。秦野，当着皇上与文武百官的面，你竟敢胡言！太子殿下，方才不是您先开的口吗？大伙儿都在场呢，可都听着呢。本宫只是助兴罢了，绝无他意。既然是助兴，那太子妃为何不能来助兴啊？莫非是太子妃的命比别人的高贵一些？可我却知道一句话，叫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你陈王妃好见解。一个国家子民乃重中之重，朕虽身为君王，可毕生心血都是在为国为家，为了百姓，大家也理应如此，民心社稷为重，最后才是自己。我等受教。好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继续吧。太子妃则狠狠地剜了秦野一眼，哼，这个口齿伶俐的贱丫头。秦野有所察觉，抬眸回视，并丝毫不畏惧地瞪了回去。你看什么看啊？比眼睛大吗？我的狗男人只有我能欺负，谁敢针对他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贱丫头，没礼貌，以下犯上。宗正臣侧眸扫视身边之人，看着女子那吃得鼓鼓囊囊的腮帮子，忽然觉得狗男人这个称呼似乎还不错。这个太子一看就跟狗男人不是一个段位的，得让皇上弄死他。我收回刚才的想法。终于结束散宴，第一个冲出大殿，跑到偏僻的角落里，打了一套第18套中小学生广播体操，舒展筋骨。走过来的宗正臣见到他奇奇怪怪的动作，近几天下来倒也习惯了他的奇奇怪怪。本王要去看望母妃的。那我……你不准去。
到宫门外候着。男人话落，擦过她的身子，朝着某个方向走去。哼，不去就不去，以为我愿意去啊？自古以来，这婆媳关系是最难相处的。我不用见到婆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只是这个男人这么嫌弃我，怎么还不休了我，留着过年啊？哼，优柔寡断的样子真像个女人。前方，宗正晨突然回头，秦野面上立即露出笑容，身子缓缓地伏下去。王爷慢走。哼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的心声，胆大妄为的女人。皇宫太大了。抱歉，这可是太子殿下的新衣物啊！蟒袍，那未来天子的象征，你这样做是不是想对太子殿下图谋不轨？我没有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方才我没看见，我帮你缝补。太监听了这话，眼中鄙夷之色更甚。你以为太子如你这般衣物还需要缝缝补补？罢了。宗正玉看了眼衣摆，眉廓紧了一下，没有多言，提步离开。你受伤了？男人身体僵了下，回过身去，见一名陌生女子不知何时出现，那脸，看见那脸上的胎记，他便隐约猜到了她的身份。他柳眉微皱，从怀中抽出一张干净的手帕，拿起她的手裹上。男人浑身一震，你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有人主动靠近他。回去立刻用清水多冲洗2遍，再涂抹药膏，裹上纱布，注意饮食，别碰水，小心发炎。药？竟然有人愿意给我送药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竟然敢靠近我！王妃啊，王爷都已经回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什么？他已经回去了呀。秦野拍大腿，煞有其事道：哎呀，在宫中的时候他说肚子疼，提前离开，难道他没告诉你？王妃说话的模样不似作假，他随即就相信了。王妃，请上车吧，我送您回去。秦野掀起窗帘，睨了眼渐行渐远的皇宫正门，眼底划过一抹得逞般的坏笑。狗男人，既然你嫌弃我，不让我去看母妃，那你就走路回来吧。马车剧烈晃动，紧急逼停，强大的惯性令他猝不及防地摔在地上。王妃，请不要出来！左手撑着摔痛的侧腰，右手将帘子掀开2分，看清了外面的情况。他们蒙着面巾，手持利剑，围攻韩风。忽然，韩风的胳膊不慎受伤，黑衣人手中的剑锋陡然一转，逼向马车，笔直刺去。王妃立即从乾坤镯内抓出一把药粉，杀手逼近之际陡然甩去。秦野翻身下了马车，迅速跑向韩风。你没事吧？王妃，你快走，我来断后。立马跑到最近的巷子里，意念一动，从乾坤镯内取出一把黑黄相间的弹弓，弹丸飞射出去，击在地上时散出浓浓烟雾。杀手们下意识屏气捂嘴。我的眼！这是什么东？杀手头领见势不对，阴冷的目光瞬时捕捉到了向内放暗器的秦野，手腕一翻，摸出一枚飞镖，甩手射去。秦野察觉到危险气息，转身就跑，刚迈腿，屁股上便传来剧痛。哎呦，杀猪了！王妃以最快的速度逼退了杀手，奔向巷内。只见女子趴在地上，双手捂着屁股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宗正真，我求你妙！”他一阵无语。秦野痛得脸部表情扭曲，只觉得屁股像是被人拿着刀子，在不打麻药的状态下，活生生的剜下来一块肉。王妃，您伤到哪儿了？王妃，请忍忍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立马回去。得罪了。将人扛在肩上，运用轻功火速恢复。夜色中，一路上全是女子的破口大骂：“狗日的，你欠我一条命！宗正真，瞧你骂！王妃这是怎么啊？血！属下马上去请大夫。我不要。王妃，滚！他伤在屁股上，怎么能让人随便看呢？月儿，你来帮我弄。王妃，这，别怕，过来，我教你。先拿尖刀把受伤位置的衣服剪开。王妃，您屁股上插着一只飞镖。不用看，用屁股想都能想到，此时屁股的模样有多惨。将那麻药敷在布巾上，完全浸透之后，敷在受伤的位置上，再替我将其拔出来。月儿照做了。血是黑色的，竟然有毒！刚想到这里，屁股陡然一凉，2片薄凉的唇瓣印了上来，令他浑身一震。月儿，那薄凉的唇印了上去，一抹怪异的感觉散发开来，酥麻、冷凉，还有点莫名其妙的舒服。秦野趴在床上，抱着枕头，心中涌出了几分感动。月儿，你待我的好，我全都看在眼中。我这个人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定不会叫你白白跟了我。月儿，你放心吧，待我离开陈王府，定会为你寻一个如意郎君，
都怪宗正臣那狗东西，要不是乘坐了他的马车，他也不会被刺客们追杀呀。我就说他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去母妃那里？原来是想让我先回府，引开杀手们的注意力，把我当成活靶子了。哼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渣子？这种卑鄙无耻、可恶、恶心的男人，到底是怎么娶到媳妇儿的？为什么还有人喜欢？哼，真是搞笑！秦野真是瞎了眼了，竟然看上这种人。换作是我的话，我跳起来就把那狗东西狗头拧下来，再裹上灶炕，扔进300度的油锅里爆炸。等炸至2面金黄时，再捞出扔在地上，一脚蹲。狗男人，狗东西，我带。你就这么恨本王吗？这熟悉的声音就在身后，难道……他缓缓扭转僵硬的脖子，发出咔咔的骨头转动声，就看见男人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，并且还是单膝跪在床榻上，双手撑在他身体两侧的动作。他嘴角沾着黑血，而月儿站在3米开外。刚才为他吸毒的人是我不干净了。宗正臣冷眼睨着他为他吸毒，还伤在那么尴尬的位置，不干净的人到底是谁啊？王妃对本王的意见似乎不小呢。他似笑非笑地睨着他，深不见底的墨眸之中酝酿着喜怒难辨的危险之色。辱骂皇子，冒犯皇室，轻则刑罚，重则死。秦野急忙拉过被子盖住自己受伤的部位，心中气得跺脚大骂：老天爷呀，你偷看了我的屁股，你还转头来说我的不对，祈求上苍降下惊雷，劈死这个不要脸的狗东西！心中口吐芬芳，脸上挂着讨好的笑，舔着脸假笑道：王爷冤枉我了，我方才骂的是那些杀手，那些挨千刀的杀手是怎么敢冒犯尊贵高贵金贵的王爷您的？还好妾身今夜在马车上替您挡掉了这场灾祸，不然受伤的人就是王爷您了。他笑得甜蜜蜜的，脸上并写着2个大字：真心。宗正臣冷淡地睨着他，如果不是能够听到他的心声，他或许就要相信了他的鬼话。这个表里不一的女人。泡好了啊！秦野愣了一下，看男人这撸起袖子的架势，似乎还要看他的屁股。他下意识地拒绝：我这点小伤不劳烦王爷您大驾，有月儿在这儿，月儿能帮我弄好的。话刚说完，月儿就转身出去了。奴婢去打盆温水过来。秦野一头问号，不是，他就这么走了？就这么抛下他走了？亏他之前还想给月儿寻一个如意郎君，这个没良心的墙头草。宗正臣拿起药膏，解了一块涂抹在指腹上，另一只手去掀被子。秦野眼疾手快的双手拉住被子。我可以自己来。松手。秦野更不能松了，那么隐私敏感的部位，他没有暴露给别人看的爱好，更何况还是他讨厌的男人。现在毒素已经吸出来了，只要抹些药膏就好了。我真的可以自己来，不敢劳烦王爷。我可是正儿八经的黄花大闺女儿，黄花菜的屁股能给你看，你在想屁吃？宗正臣一阵无语，抓着被子的手掌紧了几分。松开！不，你这个大变态，以前对我那么差，今晚突然这么阴险，是不是爱上我屁股了？我呸！变态，你就是想看我的屁股。本王才不想看你的屁股呢。他怎么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？等等，我没有提屁股的事儿啊，他却主动说出来了，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我去，原来他真想看我的屁股。爷，青儿为您喝。我死了。望着2个娇滴滴的大男人，秦野此时此刻只想咬着小手绢暗暗掉眼泪。天哪，上天为什么要夺去他的花容月貌啊？好想放飞自我呀，又担心面纱扯下来吓飞一群人。明明应该离开的，又舍不得这2个如花似玉的男人。不管了，及时寻欢。那陈王不喜欢他，他也不爱陈王，绝不能在陈王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。秦野冲动之下接过酒杯，拂袖遮面，侧过身去一饮而尽。我就知道你喜欢女人，只要你开口，无论你要多少个男人都不在话下。哼，我想要30个。你这也太贪心了吧！靠，姑娘好爽快的性子，我喜欢。快，咱俩干一杯。不是，长这么大从没见过如此开放豪迈的女子，不过跟女子一块玩感觉还不错哎。哼，既然没成亲，吃喝玩乐是应该的。来，喝酒，干！哎，女人，你会划拳吗？会。于是，一群人又兴冲冲的划拳喝酒。哥俩好吧，3星照吧，4喜财呀，5魁首，6六顺哪7个巧。王妃呢？回王爷的话，王妃吃过早饭后便出门了。现在还没回来吗？
没有。想不到你划拳那么厉害呀。一般，世界第3。我到了。福王臣，这不是他舅舅家吗？你这女人是不是走错了地儿啊？你难道是陈王府的婢女？她是本王的女人。舅舅！宗正臣踱步而来，扬手扯掉女子脸上的面纱，胎记露出来。今日救他的人是秦野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带秦野去了明浩轩喝了酒。舅舅，我这是在为你除害啊！舅舅对秦野的心，他再明白不过了。他舅舅不喜欢秦野，他立马邀功。舅舅，我跟你说，秦野他去了明浩轩，还一口气点了8个男人伺候他。我当时是苦口婆心的劝他呀，可他就是不听，他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太不把舅舅您放在眼里了。舅舅，您快休了他。明浩轩？对，舅舅，秦野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。8个男人？对，他亲手挑的。抽出了腰间的软剑，振臂一甩，嘶鸣破空，力气乍现，下身一凉，裤子没了。林建义下意识捂住屁股，又赶紧捂着前面。刚张嘴，就见男人提剑扫向他。妈呀！吓得他两手扑棱，拔腿就跑。舅舅，我是你最亲爱、最疼爱、最可爱的小外甥啊！您这是怎么了？你要揍的人难道不是秦野？哎呀，我的屁股！舅舅，你替我解释啊！哎呀，别冲动啊！惨叫阵阵，少年晃着两瓣又白又挺的大屁股，惊慌失措的逃命去了。秦野瘫软的坐在台阶上，摇头晃脑的。突然，整个人天旋地转，被男人扛在了肩头，快速朝着府内而去。顶到我肺了，顶你个肺啊！我晕呐！身体忽然飞了出去，重重的摔在床榻上，弹起来又落下。秦野，你可有把本王放在眼里？箭步奔至，抓起他的衣领子，可他的身体瘫软的滑了下去，衣服在他手中被扯落3分，露出圆润的香肩。女子的肩头格外圆润，皮肤白皙，像是剥了壳的鸡蛋般，一丝多余的瑕疵都没有。那精致的蝴蝶骨更是深邃，目光往下，领口深处有沟壑。宗正臣陡然目光一沉，呼吸一紧，那抹熟悉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。这个女人总是能令他破功，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令他不得不重视。女子忽然拽了一把，男人本就俯身的姿势瞬时失去力度，直接扑着压了上去，两具身体紧密地贴在了一起，双唇近的只差1公分便要吻上。秦野，别吵。秦野抱着他硬邦邦的胸膛，红红的小脸凑上去蹭了蹭，然后又抱着他躺下了。美男在怀，理应睡之。秦野，你好好看清本王是谁。让你别吵了，再吵的话不给你钱了。男人的脸色登时黑了几分，这是把他当成明浩轩的鸭子了，该死的。当着本王的面想着别的男人，翻天了。女子忽然凑脸上来，双唇相对，所有的声音皆在这一瞬间戛然而止。垂下深邃的眸瞳，他的大掌缓缓捧住女子的后脑勺，轻咬着她的粉唇，沉声道：秦野，这是你先勾引本王的。掌心用力捧着她的头按向自己，加深这个吻。香啊，甜，前所未有的美味。他探出舌尖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更深索取时，女子猛然推开他，趴在床沿。这一夜，秦野做了一个很长，雇佣了100个下人，并一口气包养了18个男人。男人们个个乖巧，张扬的、霸道的、恭顺的、温柔的，奶奶狼狗的。他们围着他，哄着他，宠着他，事事顺着他，把他当成了祖宗，乐得他到达了人生巅峰。忽然，门外号称天下第一美绝色的男人进来争宠。爷，你怎么只宠爱他们呢，却不看看我？我这脸这身段，这20公分，哪里不比他们强啊？乖，别吵，个个都宠，爷最宠你了。男人缓缓地抬起头来，那剑眉，那墨眸，薄唇，棱角分明的面部线条，宗正臣
醒了。耳边响起男人熟悉的沉冷的嗓音，不正是宗正晨内司吗？他还在梦中，为什么他18个男宠里会混入宗正晨这厢啊？这种一脚把他踢死的渣男不配做他的男宠。哼，你死心吧，我是不会宠爱你的，哪怕你有20公分，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你以为自己很优秀吗？哼，我告诉你，天底下比你好看的男人多了去了。切，渣男！哎，我要去找我那18个如花似玉的男宠了。下床套上绣花鞋，刚刚站起来，便腿肚子发软的坐在了地上。啊，扭到脚踝了，好疼啊！哎，疼！等等，他猛然察觉了什么般，下意识的往自己的脸上掐了一把，真实的疼，不是梦啊！那秦野白下脸来，僵硬的抬起脖子，扬起脑袋，看向那站在面前身子格外高大伟岸的男人，四目相对。男人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，墨眸内蕴含着似笑非笑的含义，正在杀人无形。王爷，听我解释啊，王爷，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里有一个彪形大汉追着我，他非要跟我讨论人类的传承，还说会给我想要的一切，那我当然不答应了。我的身体，我的心，全部都是王爷您的，我怎么可能接受其他男人呢？所以我残忍无情地拒绝了他。刚才我还以为是做梦呢，就说出那些话了。王爷，您不能把刚才那些事儿放在心上啊。哦，本王怎么不知王妃这般爱本王呢？我对王爷的心，那绝对是天地可见，日月可知。我这辈子就只有王爷一个男人，妾身为您疯，为您狂，为您哐哐撞大墙。宗正晨差点就信了，斜睨着女子那张布满胎记的脸，不知脑中竟浮现起昨晚之事。你的嘴皮子很厉害，既然你对本王这般忠心，本王自然是不能亏待了王妃的。这里有一个任务，交给王妃去做吧。切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吗？你说办事就办事啊？事成之后，本王会无条件的答应王妃一个请求的。妾身非常愿意为王爷效劳。哼，我的要求就是和离。宗正晨薄唇紧抿，从小到大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魅力，多少官员等着巴结他讨好他，多少女人恨不得削尖了脑袋的往陈王府扎，他倒好，看到他就跟看到瘟神似的。这个任务很简单的。秦野竖起耳朵仔细的听，一边听一边点头，大致了解了7、8后，事不宜迟，连早饭都顾不上吃了，立马去办。和离之事刻不容缓。听到他心声的宗正晨忽然胸口闷痛，闷声咳了5、6下，才平定情绪气息。他对自己的品性魅力很自信，也没有问题。怎么秦野跟别的女人不太一样？该不会是个男的？王妃，您昨晚是去哪儿了？王爷是抱着您回来的，他还在屋内守了您整整1夜。你确定你没看错？奴婢怎么会看错呢？陈王府就只有一个王爷，王爷那英姿那面容怎么会错？王妃，依奴婢看，王爷最近不仅经常往咱们这小偏院跑，还带您入宫参加庆功宴，并随您去秦相府赴宴，昨晚又守了您1夜，他该不会是爱上您了？秦野抬起食指堵住月儿的嘴，温柔道：乖，把嘴闭上，我不准你侮辱爱这个字。